日本面条仙人，所谓的仙人只不过是不能退休的可怜老人的悲惨求生罢了。今天我们来到了日本德岛县的三好市，在这片自然风光的背后，有一处98岁高龄老人经营的面馆。这家面馆远近闻名，据说味道非常五马乙。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日本仙人美食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秘诀。眼前这家面馆建于1968年，而这位需要踩着石头才能够到案板的仙人就是今天的主角芳子婆婆。由于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芳子每天清晨6点就需要起床，然后开始艰难的揉面。常年的劳作使得芳子的手指关节变得粗大变形，虽然疼痛难忍，但是芳子却一刻不能停，因为一旦停下，明天的生计可能就会出现危机。而年轻人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揉面工作，在芳子这里往往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将荞麦面团揉好后，芳子需要再次踩着石头，然后用长长的擀面杖将面团擀开，接着用这把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老刀将面片切成粗糙的细条。由于日本信奉工匠精神，所以能手工的一定不用机器，能1个小时的绝对不半个钟头。他们对细节刻意追求，所以擀面到切面全都是96岁的芳子一个人完成。在别的国家，96岁早已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但是在日本这个超级老龄化社会，自1986年开始，日本通过老年劳动修正案等，逐步将法定退休年纪从60岁提高到65岁。后生劳动省拟修订养老金政策，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更是上升至75岁。所以在日本，70岁是奋斗的年纪，80岁是拼搏的年纪，90岁还是勇敢追梦的年纪。这种畸形的养老体系就导致像芳子这样的老人在日本各个服务行业处处可见。为了让这些奋斗在一线的老人可以好好工作，不抱怨社会，也给其他年轻人树立榜样，所以社会给这些高龄手艺人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称呼——仙人。蒸米饭的叫米饭仙人，做面包的叫面包仙人，像芳子这样做面条的就叫面条仙人。芳子对于这样的称呼早已经司空见惯，她只是熟练的开火，等到水开后将切好的荞麦面扔到锅里，等到煮开后往里面倒入凉水，直至再次沸腾，将煮好的荞麦面用凉水冲洗，就可以放在一边等待客人的品尝了。虽然这时候还没上人，但是芳子也别想休息一会儿，因为她还要趁着空闲赶快把店里的卫生打扫一下。由于日本的物价高，退休金也发得晚，别说请人了，能顾住自己就不错了，因此什么都需要自己做。扫完屋里扫外面，看着芳子用这么矮的扫把和簸箕，我是真想给她换一个，但是人家说了呀，要的就是慢慢扫的工匠精神，扫得快了就体现不了她的仙人气质了。扫完外面，芳子又把招牌挂上，然后等待客人的光临。但是快到中午头了，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看着芳子忙活了一上午，真是不容易。于是我点了一碗荞麦面。我下单后，芳子赶快到厨房开始制作。只见芳子把已经煮好的昆布高汤舀了一勺倒在小锅中，又把煮好的荞麦面条再在热水中加热一下倒在碗中，然后把切成圆形的竹轮和鱼糕夹出来3片放在面条上，再撒上一把葱花，最后将昆布汤汁浇在面条上，这样一碗荞麦面就算是做好了。这样一碗倒是不贵，只要600日元。咬上一口，浓郁软嫩的面条发出淡淡的清香，味道真是偶一稀呀。但是却隐隐感觉到一丝生活的艰辛在里面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